蛛网行动新战果袭击俄北方舰队母港，乌克兰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基地，无战略重武器与北约联网，战力提高100%。俄军8条战线发起进攻，连夺苏美9个村庄，暴风阴影导弹直接袭向俄重工业区。日本3小时摧毁俄太平洋舰队，必要时将联手乌克兰夺回北方4岛。英德两国大幅提高军备水平，应对俄罗斯。英国呼吁帮助乌克兰发展核武器。伊斯坦布尔会谈开始，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对于这次袭击，俄罗斯坚持进行淡化处理，主打一个只损失2架图95和1架安12运输机。对乌方宣传的摧毁俄军34%战略轰炸机等说法一概否认，同时强调遇袭的轰炸机可以修复继续使用。但陆续流出的第一人称视角的乌军无人机视频和首批卫星图片开始啪啪打脸俄罗斯。如别拉亚空军基地，目前已确认有3架图95、4架图 2M3 被毁，1架图95受损。奥列尼亚空军基地有4架图95和1架安12被毁，伊万诺沃空军基地的1架安50受损，乌克兰卡空军基地则是1架图95MS 受损。截至目前，按照乌方信息，18个月09天的蛛网行动袭击了俄罗斯4大军事基地，摧毁了41架俄军战略轰炸机、预警机和运输机，目前已清晰确认其中15架俄战机被损毁，俄军直接损失超过70亿美元。眼见装不下去，俄国防部干脆直接指责乌克兰来试图转移话题，只是陆续出来的更多详细损失让俄罗斯的指责显得苍白无力。而就在乌克兰国家新闻处通报消息时，俄本土第5座战略军用基地也燃起了大火。本来乌军蛛网行动原计划打击的第5个俄军事基地是位于远东地区阿米尔州的空军基地，距乌克兰边境6000公里。但由于任务途中运载无人机和弹药的卡车出了问题，该基地得以幸免于难。不过据开源情报报道，在得知计划出问题后，乌军转头直接向莫斯科东南88公里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军用基地发动了攻击。现场画面显示，莫斯科的空军基地一带已翻滚起浓厚的黑烟，详细的损失正在统计中。与此同时，乌军也在打击俄罗斯海军。据防卫部落报道，俄罗斯北方舰队母港，也是俄罗斯最具战略敏感性的北摩尔斯克军事基地，在受到时后发生了剧烈爆炸。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看，港口一带已燃起熊熊大火，在远处都能看到海面上升起的黑烟，甚至北方舰队的指挥部都传出了巨响。报道称，北摩尔斯克军事基地位于巴伦支海附近的克拉湾，是俄罗斯核动力潜艇部队的主要基地，这里驻扎着俄罗斯海军2/3的舰船，尤其是俄军最后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号也部署在这里。虽然爆炸细节尚不清楚，俄罗斯国防部也尚未发表官方言论，但若确认为乌军的攻击，那这将是乌军削弱俄罗斯远程打击力量的行动之一。由此可见，乌克兰正在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发起持续攻击。让我们为监督这场行动的泽连斯基、执行这场行动的乌克兰安全局长马里奥克以及麾下的乌克兰特工们鼓掌。也不怪火力军再次提及蛛网行动，实在是这场行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现代战争的认知。100多架无人机竟然打掉了40多架轰炸机，实在是太夸张、太惊艳了。一扫特朗普上台以来许多支持乌克兰朋友们的压抑心情。乌克兰再次向我们证明，他们能够创造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就像摩萨德在评论此次行动时所说的，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无人机战争时代的警钟。有人说乌克兰没有任何牌，但他们已证明他们错了，而俄罗斯将被钉在战争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教材里的反面角色。毕竟这可是世界战争史上首次战略航空兵的主力及携带核武器的运载机在其基地被无人机集群袭击和摧毁。同时，俄军的这次失败恐怕也是全面开战以来的最高单次战损，严重削弱了俄军的战略核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俄罗斯没有抓住任何袭击嫌疑人，仅发布了一个货车老板的通缉令。这说明蛛网行动的作战人员可能已全部安全返回乌克兰。总之，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比乌克兰多很多，但在信息战现代战争中还是睁眼瞎。现在全靠前苏联的遗产和老工业底子撑着，用人海战术打乌克兰。若俄罗斯不尽快完成转型，乌克兰在未来必将还会用类似的方式攻击俄军的其他关键目标，如战略油库和海军基地等等，给予俄罗斯重创。
在蛛网行动过后，乌克兰无人机今早又去俄罗斯遛弯了。据俄媒报道，乌军无人机群再次空袭了俄罗斯其他地区。奥斯特频道报道，6月2日夜间，乌军先向库尔斯克和别尔格罗德边境率先发动了无人机群，两地均传出来连续的爆炸声。随后，莫斯科周边也遭遇空袭威胁，如500公里外的利佩茨克地区传来了至少10起巨响。当地媒体称，俄军的 NLMK 钢铁厂遭受了重击，目前该厂已经暂停了生产。空袭至少导致3个车间被毁坏，另外有1个储存仓库受损。同时遭遇袭击的还有梁赞州的加吉列沃空军基地，这里驻扎着俄军的图22战略轰炸机。目击者声称，在机场周围看到了燃起的大火。一旦确认的话，这也是俄方2天内遇袭的第6个军事基地。此外，还有图拉和沃罗涅日等州也被乌军无人机光顾，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俄方还未做出新的回应，之前他们曾声称没有损失多少战机，但似乎转眼之间，乌克兰人的空袭又应声而至。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观察乌军的袭击目标，就会发现乌克兰这一轮打击行动有2大特征，其一是发起了数千公里的超远距离打击，其二是打击目标重点围绕在莫斯科等核心城市展开。另外，乌克兰国防部负责数字发展、数字化转型的副部长切尔诺霍连科5月31日曾透露称，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 F-16和幻象2000将整合Link 16战术数据电路，接入北约的军事 WiFi 数字系统。这意味着乌克兰这些战略性重武器将可同盟友实现情报数据共享，今后无论是拦截俄导弹还是打击俄目标将更加有效。如在连接北约数字系统后，瑞典 ASC 预警机能够让乌克兰的防空与空军作战能力翻倍提升。再加上德国总理梅尔茨不久前证实，北约各国都解除了对乌克兰的远程武器限制，这意味着只要军援的速度跟上，接下来我们将能看到更多如斯卡普1机、暴风鹰等导弹攻击俄境内目标的画面。乌军之所以持续不断空袭俄境内目标，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俄军在前线加大攻势的回应，想通过源头打击方式缓解苏梅战线的压力。乌克兰战场上，俄军目前已在苏梅、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莱曼、托列斯克、红军村、辛帕夫利夫卡、扎波罗热这8条战线发起了猛攻，且战斗进入了白热化。尤其是苏梅方向，边境集结的5万俄军加大了攻势。芬兰黑鸟集团分析师称，过去几周里，俄军一直缓慢向前推进，目前已控制了9个边境村庄，但乌军因没有摸清俄军意图，暂未选择增兵。乌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在俄军加大攻势后，苏梅边境上目前已有11个定居点的居民被要求撤离。同时他强调，该方向乌军正在顽强阻击俄军进攻。尽管面临着持续压力，但乌军仍在多个方向保持防线稳定，并在关键地段进行了有效反击。目前俄军已控制了苏梅州140平方公里，前锋距苏梅市约26公里。战争研究所分析称，俄军目前正试图沿着苏梅北部和东北部的3个前进轴线拓宽苏梅州北部的前线，即俄军第18摩托化步枪师和第177海军步兵团，沿着科斯强季尼夫卡至金德拉季夫卡一线、沃洛基米里夫卡至奥列克西夫卡一线推进。俄军第104、234、237空降团则沿着袖口至尤纳基夫卡一线和袖口村西部推进。此外，为了保证推进速度，俄军指挥部还从莱曼和恰索菲亚尔方向调来了俄军第752摩托化步枪团和第200摩托化步枪旅进行协助作战。在摸清楚俄军是否真的想建立苏梅缓冲区意图前，乌军正使用远程火炮和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州的俄军火车站等目标，来试图延缓俄军前线的进攻节奏，同时安排乌克兰空军在前线打击俄军指挥部、弹药库等。如在哈尔科夫战场，乌军昨日出动苏27投掷2枚 GBU-64小直径炸弹，团灭了巴哈蒂尔村附近的一支俄军突击队。又或是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使用暴风鹰导弹空袭了卢甘斯克、索罗基内一带的俄军重工业区。从流出的一些照片看，俄军多栋用于生产的建筑物被摧毁，详细的战损则有待进一步确认。西维尔斯克方向，俄军突击队驾驶8辆摩托车向乌军第10旅阵地进攻，结果全军覆灭，推进失败。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100机步旅在击溃俄军第102团进攻后，抓获了一批来自印度、肯尼亚、加纳、孟加拉国、伊朗等国的黑白黄雇佣兵。俄罗斯面孔很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俄兵力短缺的问题。此外，乌军还在继续摧毁俄军装备和人员，
据统计，在过去24小时时间里，仅乌军切尔沃纳卡利纳旅就摧毁了俄军6辆车辆、1个装甲分队、2个弹药库以及3套电子战系统。南线扎波罗热方向，根据前线传回的最新消息，乌军打垮了俄军进攻，已成功的将其赶回了卡姆扬斯克南部地区。总之，随着俄军发起全线进攻，战场形势趋于恶化，但恶化不代表防线崩溃。下面就要看我们的谢尔斯基将军如何派兵布阵了。当然，在火力军看来，俄罗斯在如今国内外压力下，即便俄军在战场上多拿下2个村庄，也无法挽回整体颓势。首先，最让俄罗斯头疼也是最迫在眉睫的事情，是朱拉尼政府的30天最后通牒。一旦俄罗斯选择不撤军，那叙利亚就会对俄罗斯的2大海外基地发起总攻。在如今其陷入俄乌战争泥潭的背景下，俄军很难有额外的力量守住这2个海外基地。其次，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形势愈发严峻，现在不仅有加剧的北约制裁，更重要的是，据彭博社报道，包括沙特在内的主要产油国在上个月31日通过网络会议，决定自7月1日开始继续提高原油产量，每天要增产41.1万桶的石油供应。俄方对此强烈不满并提出抗议，但欧佩克组织不予理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沙特石油政策变化的背后存在着多重动机，如降低价格以夺回美国油页岩生产商抢走的市场份额，又或是惩罚哈萨克斯坦、伊拉克等超额生产的组织成员国等。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都将加剧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危机。然后，在欧佩克组织宣布增产的同一天，日本海军自卫队在北方四岛周边展开了大规模登岛演习。日本海军自卫队第4护卫队群司令伊藤宏海扬言称，必要时将联手乌克兰进行海陆夹击，以夺回4岛。此外，他还警告俄罗斯要认清形势，日本有能力在3个小时内彻底覆灭俄太平洋舰队。对于伊藤宏海狂言，日本防卫相中谷元未作置评，显然是默认了。那日本有没有在说大话呢？首先，俄罗斯是陆权强国，海上力量一直不强，被世界所记住的2场海战，克里米亚海战与日俄海战都以全军覆没收场。目前，俄罗斯海军的总吨位有215万吨，看似世界第3，但舰船95%为苏联时期老旧舰艇，故障率高，联合作战效率低，其麾下4大舰队之一的黑海舰队，甚至在乌克兰无人艇面前都不堪一击。而日本是个海权强国，在反潜扫雷方面世界排名第1，混合作战能力方面排名第2，179艘舰艇均为近年下水的新锐战舰，火力猛，吨位大，航速快，现代化程度高。仅7艘准航母与36艘宙斯盾驱逐舰就能够傲视全球，12艘最上级护卫舰与苍龙级潜艇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艇之一。此外，日本准航母上的舰载机是美国的 F-35B， 预警机是 E-767 和 E-3， 领先俄罗斯海军至少20年。加上有着俄罗斯在俄乌战场睁眼瞎的事实，以及日本被全球誉为科技王国，虽未制造核武器，但世界上最小的核反应堆却在日本。上舰很容易，安装到潜艇上就是核潜艇。因此，以日本的海自力量，虽说击败整个俄罗斯海军需要时间，但若单纯对付太平洋舰队，说不定真的可以做到秒杀。最后，英德2国也正大幅提高军备水平来应对俄罗斯。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1日宣布，提升英国军备水平，以应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其不仅希望购买能够发射战术核武器的战斗机，还计划投资60亿英镑以补充英国的军火库存，其中15亿英镑将用于新建6家炮弹工厂，同时还将建立新的防御体系，如将英国海军舰艇从14艘增加到25艘，又或是进行长期征兵招募等。根据规划，英国国防开支的相关目标被设定为到2032年，其国防开支占 GDP 比例达到 5%， 其中 3.5% 用于硬性国防支出， 1.5% 用于网络安全和边境安全等与军事相关的支出。而德国方面，其国防军监察长卡斯滕·布鲁尔表示，要在2029年前做好军事行动的准备。在此期间，德国将拥有打击500公里以上目标的武器，并将采购更多弹药和攻击无人机。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认为，俄罗斯不仅对乌克兰构成威胁，也对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国家构成威胁。因此，德国总理梅尔茨宣布，要将德军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军队进行自卫。值得一提的是，据 Next A 新闻报道，在乌克兰敖德萨黑海举行的安全论坛上，英国退役将军查德·肯普呼吁，英国应该直接帮助乌克兰研发属于自己的核武器，
作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他甚至强调，没有核威慑，乌克兰就无法确保长期安全和主权完整。对于该发言，英国官方未作出回应，但相关人士认为，某种程度上这是英国政府在利用退役军官放风，目的是试探国际社会的反应。英国很可能已经与乌克兰有了该方面合作。作为曾经的全世界第3核大国，乌克兰在研发核武器方面的技术和原材料方面都没有问题，需要突破的只是国际社会认可。此外，英国前国防大臣华莱士还呼吁德国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由此可见，一旦英国和德国开始玩真的，俄罗斯未来就好不了了。当然，大家也不要忘了蠢蠢欲动的车臣。要是亚当没能掌控车臣，卡德罗夫指不定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甚至有一些消息说，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各地都爆发了抗议活动，呼吁普京坐上谈判桌结束战争。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斯坦布尔和谈开始了。经泽连斯基证实，由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领衔的代表团成功抵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与了俄乌第2轮会谈。俄方的代表团则继续由总统助理梅金斯基负责。但这次和谈依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只谈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此次和谈的条件大约有以下7条：1. 实现30天的全面停火； 2. 进行全部的战俘交换； 3. 泽连斯基和普京会晤； 4. 不对乌克兰的军队规模实施任何限制； 5. 要求莫斯科支付战争赔偿； 6. 不承认俄罗斯占领的土地。但停火谈判将从目前的控制线开始。从最后2点看，显然乌克兰已经给出了极大诚意。不过就火力军个人而言，除了第2条外，其他的俄方都很难遵守。事实也不出所料，此轮会谈双方仅达成了战俘交换。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称，乌克兰在会谈前向俄罗斯提交了停火备忘录，但俄罗斯则是在会谈中才转交俄罗斯的停火备忘录。对此，乌克兰需要时间研究。乌梅罗夫还表示，俄罗斯不同意停火或领导人会晤，只同意交换战俘。他强调，乌克兰坚持要求释放所有战俘，将重点关注重伤员、病人和年轻人，优先交换阵亡者遗体。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则表示，双方已就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俘交换达成一致，此次交换将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年轻士兵和重伤员。俄罗斯还提议在部分地区实施2到3天的短期停火，以便指挥官们能够救回阵亡士兵的遗体。对于此次会谈没有结果，大家应该早有预料吧。毕竟在会谈时，俄乌双方仍在互相空袭。不过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如果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成果，美国和欧盟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后续会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6月2日上午，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主席选举，而刚刚于5月初卸任的德国前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以167票的绝对优势当选，成为联大历史上第5位女性领导人。据悉，贝尔伯克将于今年9月正式履新，开启为期1年的任期。在胜选演说中，他以携手共进为核心工作理念，呼吁在全球危机叠加的背景下强化多边合作，并誓言推动联合国改革，以应对21世纪挑战。此外，他还宣称其目标是减少冗余、提高透明度，并加强大会在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中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反对他当选，理由是他涉嫌存在偏见，但显然没什么用，贝尔伯克依旧当选。根据网友发布在 Threads 的一段空拍影片可见，一批3色丛林、迷彩涂装的 M1 坦克整齐停列在某个港口码头内，四周还以数层楼高的货柜当作阻绝区。军事迷依照战车特征辨识称，这很可能是第2批运往台湾的42辆 M1 ART。据悉，台湾向美国购买了108辆 M1 ART， 首批38辆已于去年12月6日抵运交付，如今第2批也即将交付，台陆军战力将得到再次提升。此外，据美方预计，到2026年第1季将交付最后一批28辆 M1 ART。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日本能干过俄罗斯海军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